除了欧洲国家领导人本周密集访华外，新加坡外长维文也在同一时间点来到中国。9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两人在会谈前微笑握手，在开场白中互以好朋友、老朋友称呼。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兴作为两支稳定力量，有必要加强战略协调和沟通。他还提出要用好互免签证政策利好，扩大人员往来。维文表示，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明确反对台独，愿以明年新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筹备好高层往来，拓展全方位合作。双方表示将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即将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对于新加坡来说，如果要想在大国之间更好地发挥一种积极的协调角色、平衡作用，那么呢，实际上和中国能够进一步的延续过去良好的合作势头是非常重要的，也有助于新加坡应对其他大国这种不确定性。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英国军情6处主管摩尔在伦敦同场现身，这是美英两国两大情报部门负责人77年来的首次同框，被认为极为罕见。二人还共同发文，一边强调美英稳固的情报伙伴关系，一边炒作所谓的中俄威胁。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英国伦敦访问期间，与英国军情6处负责人摩尔出席了一场公开活动。两人看似轻松地坐在沙发上，但讨论的却是极其敏感的情报议题。主办方也做足保密工作，活动开始前甚至无人知晓嘉宾是谁。I think we've been at the same place, Ruler, but no, I don't think we've ever appeared in public together. 美英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维持逾100年，两国在二战期间就建立起紧密的情报伙伴关系，同为西方最老牌军情同盟五眼联盟成员，如今已经共享情报长达77年之久。但这却是两国两大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公开联合露面，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伯恩斯和摩尔都表示，联合露面的一个目的是强调美英关系的牢固性，也是警告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的最新举措。We have no better foreign partner in the world, my agency doesn't, than SIS. This is a moment when those partnerships in a very complicated and contested world matters more than ever. 此前与之最类似的场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与英国军情5处负责人曾于2022年在伦敦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这两个部门的主要职责都是处理对内情报事务，应对国家安全危机。相比之下，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承担的则是对外情报任务。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均曾是外交官员。68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但目前从事间谍工作。61岁的摩尔则是职业情报官员出身，此前也曾担任外交官。特殊时期的特殊的会面以及这段时间的频繁的交流和这个应对，那么其实背后有比较明确的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在这种时候呢，尽可能表现出中国威胁论、俄罗斯威胁论才能表现出民主党政府的艰难、民主党政府的应对得当。民主党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外界注意到，美英虽极力展现团结，但在中东议题上却存在微妙分歧。伯恩斯和摩尔在文章中表示，他们正努力不懈地推动加沙停火，两大情报机构已经利用其情报渠道，努力推动克制和缓和局势。伯恩斯8月曾前往埃及参加停火谈判，并多次释放协议即将达成的积极信号。英国虽然也是以色列的盟友，但伦敦在本月初暂停了对以色列的部分武器出口。英方认为向以色列出口某些军事产品存在明显风险。不过有分析指，虽然英国军情6处是一个老牌情报机构，美英也是非常紧密的伙伴，但如今由于两国实力悬殊，英国军情6处多数时间是在配合美方。值得警惕的是，美英情报头子虽然将俄乌反恐视作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却将中国定为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伯恩斯借着批评俄罗斯扯到了中国，强行拿中俄正常贸易往来说事。但伯恩斯同时承认，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中国援俄。在文章中，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6处表示，应对中国崛起已经是优先事项。他对于中国的其实这些年的，包括在国际上的抹黑污名化其实一直在进行，只不过这次呢，这个比较公开的去针对中国来做文章，干涉中国内政这个甚至说把这个希望能把这个台湾问题最后乌克兰化，特别是情报系统
这个和军方它是有这个明确的目的的。中国外交部对此曾回应称，感谢伯恩斯的提醒，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防范工作，不会让美国的非法行径得逞。事实上，今年以来，中国国安部门已经多次披露美国中情局或英国军情6处策反中国人员的案件。去年7月1号，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也已开始施行，这是党的20大后中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